就在刚刚，地球彻底被未知的怪物所占据，而你明明研究出了破局之法，却无力改变结局。弥留之际，你看向墙上的计划：天庭重工空天母舰、凌霄宝殿33重天飞升平台、轨道歼星炮珠仙剑孟婆汤、概念武器，4大神兽军团举国飞升。你眼中充满了不甘。如果当初自己能早点发现破局的方法，那是否能挽救如今的局面？你的诉求似乎得到了回应。再次睁开眼，你回到灾变前夕，回到了那个最高紧急会议上。此时大厅内正端坐着200多个专家和研究人员，每个人脸上的神情都无比凝重。而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负责人李兰则站在最前方，指着后方大屏幕上的一系列照片，沉声道：就在昨日，地球的上空笼罩了一层灰色幕布，某个未知的声音通告我们，说是已经将我们地球文明纳入了文明试炼之中，每个月都会在各个国家随机降临怪物，而怪物肩负着唯一使命，就是覆灭我们的文明。但是他顿了顿，神情疑惑道：然而根据民政和军方两边传回来的消息，至今并未在我们华夏境内发现任何怪物的踪影。昨日那个恢宏磅礴的声音笼罩全球，庄严宣告了文明试炼正式开始，惊动了整个地球，包括华夏的高层，第一时间做出应对决策，全国范围内搜寻可疑的怪物踪影，但却全都一无所获。有没有可能这是其他国家的阴谋？有个生物学家皱着眉头提出了质疑，可能是为了缔造某种阴谋论，让全球人心惶惶，去搜索调查，继而浪费人力物力。李兰扫了他一眼，目光在众人身上流转，一字一句沉声道：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件事和其他国家无关，天上的那块幕布完全是凭空出现，没有任何征兆，将整个地球封锁在内，飞船、火箭等任何试图突破地球的科技手段全都已经失效。其实在那个声音出现后，大夏便第一时间动员起来，调集科研团队对幕布展开研究，发现它不单单是背景色，更像是一座无形的牢笼，将地球上的人牢牢封锁在内，禁止任何人逃离出去。这种手段，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未曾掌握，只能是来源于未知而神秘的其他势力。下方众人听完了李兰的话，也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在会议室的一角，你正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意识重新回归到身体里。反应过来后，你连忙看向了当前的日期与时间，神情狂喜，你竟然真的重生了，重生回到了灾难前夕，回到了文明试炼开启的第2天。如果你没记错的话，此时所有的国家尽管做出了一定的应对，但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危机。文明试炼，顾名思义，只有通过试炼的文明才有资格延续下去，没通过的只有灭亡，埋葬在地球古老的历史长河之中。而李兰就是此次华夏应对灾难小组的负责人。诸位，这次召集大家主要是为了商讨出一个应对方案出来。这次我们的对手未知而神秘，但我华夏也不会就此屈服，必将和他们战斗到底。最前方，李兰再次沉声开口，目光扫过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开始询问对策。这些专家来自于生物学、基因学、外星文明研究、航空航天研究等领域，都是国内顶尖的研究人员。此刻纷纷眉头紧锁，思考了起来。不多时，便有一个又一个可行性的建议出炉。那个声音说了，每个月都会降临一定数量的怪物，但目前我们华夏境内风平浪静，极有可能这些怪物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我建议展开全国排查。根据文明试炼的描述，这些怪物都肩负着终极目标，就是覆灭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赶紧找到他们，完善举报机制，只要发现怪物的踪迹，举报有奖。会议厅内，各专家学者群策群力，提出了各种针对性的建议，但侧重点都在于寻找这些怪物，将其迅速灭杀或者控制，维持华夏全国的稳定。然而角落里的你，听着这些建议，眉头却不由皱起。这一幕和你前世里经历的一模一样。前世你也是这些专家学者中的一员，积极参加这次讨论，试图寻找应对方案。但事实证明，所有的方案都没有半点用处。怪物压根没有躲在什么深山老林，而是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潜藏在正常人身上。他们能伪装成人类，并且还能通过特殊的方式感染人类，一步步掌控人类社会的高层。等到华夏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之后。那个时候，华夏境内的绝大多数的公司老总、中低层领导都已经成为了怪物的同党，给剿灭怪物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饶是如此，华夏依旧以无比惊人的决心和执行力，展开了一次全国肃清行动，以强势手段镇压了第一次文明试炼中的所有怪物。但同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也正因为这次不顺，导致华夏元气大伤，国力锐减，各方面实力远不如前。林墨，你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话音一落，会议室里200多个专家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讨论，转过身，目光聚集在了你的身上。你被这么多双目光注视着，却没有丝毫的慌乱，从容地站起身，对视众人，直截了当地说道：恕我直言，大家提出的这些方案纯粹是浪费时间，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没有任何用处。此言一出，全场的专家学者们顿时露出了不悦和愤然之色，冷冷盯着你。有人嗤笑讥讽道：我们在这里绞尽脑汁琢磨应对方案，你什么都不做，有什么资格在旁边说风凉话？就是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纸上谈兵的人。你倒是说说，我们这些方案为什么没用？因为你的一句话，整个会议室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起来。林墨，你说说，
为什么这些方案是浪费时间？李兰同样有些不悦，但却给了你一个解释的机会。很简单，你自信地走上前方，指了指屏幕上的某张照片，沉声开口：文明试炼自昨日已经开始，怪物也已经降临在了各个国家之中，但一天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异常上报上来，大家不觉得奇怪吗？这有什么奇怪的？一个社会学的专家冷笑一声，反驳道：怪物知道我们会灭杀他们，肯定第一时间躲在深山老林暗中发育啊！蠢货！你瞥了他一眼，索性直接无视。紧接着你扫向众人，语出惊人：他们的确躲起来了，只不过他们躲在人类社会，伪装成了普通人的模样，和我们正常生活工作。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室突然炸锅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盯着你，细思极恐。他们被你提出的这个猜想给吓到了，那些怪物居然伪装成了人，所以才没被发现。空口无凭，哼！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些怪物能伪装成普通人？林默，你说的太过匪夷所思了。李兰深深看着你，沉吟着问道：你有证据吗？当然有。你昂首挺胸，目光再次在座的200多个专家学者身上扫过，淡淡开口：今天参加会议的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怪物伪装的。此言一出，在座的所有人瞬间面色大变，左右四顾打量着周围的人，震惊、怀疑、恐惧，各种情绪不一而足。大家别听他妖言惑众，他肯定是其他国家派来的间谍，想要打乱我们会议，让我们内部互相猜疑。那个社会学的专家突然站了出来，对你厉声呵斥了起来。众人见状，紧张压抑的氛围才稍稍有所缓解。比起你说的，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个社会学家的猜测。然而恰在此时，你突然迈动步伐，朝着那名社会学家走去，吓得众人连忙后撤，拉远了你以及那名社会学家之间的距离。难道是他？你能证明他是怪物伪装的？联想到这名社会学家刚才接连反驳你的反常行为，他愈发觉得太可疑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拆穿我是个怪物。这名社会学家却是站定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等着看你的笑话。不，他只是个蠢货。哪知你摇了摇头，直接越过了他，脚下步伐未停，继续朝着会议室的另一个角落走去，最终停留在了一个穿着白色大褂、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女人面前。吴主任，能问一下你的老公和儿子现在在哪里？明明是一句普通的问话，但却仿佛刺激到了对方。他怨恨地盯着你，面部变得扭曲，身体以超出常理的角度弯曲起来，骨头不停地错位碰撞。短短10秒之间，他的身上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最终变成了一头羊首人脸，体表遍布鳞片，匍匐在地的怪物模样，散发出暴力嗜血的气息。整个会议室参加会议的200名专家学者们见状，都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瞳孔猛缩，连滚带爬地朝后退，躲在了你的身后。尤其是之前数次反驳你的那名社会学家，跑得比谁都快。结，羊首怪物狞笑的声音回荡在会议室，凶狠暴力的杀气瞬间弥漫。警卫！警卫！李兰面色大变，连忙朝着门外大喝。不多时便冲进来了5个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见到突然出现的怪物也被吓了一跳，但身为军人的他们心理素质极高，短时间便冷静了下来，朝着羊首怪物展开了密集的狙杀扫射，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枪声，这头试图前扑的羊首怪物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靠，这到底是啥玩意儿？被吓得六神无主的众人纷纷上前，好奇地打量着血泊中的怪物，但却被你的一句话吓得差点魂飞魄散，连忙逃也似的躲到了你的背后，小心点，他还没死。果不其然，血泊之中这头羊角人脸的怪物身中数十弹，但生命力依旧无比顽强，心脏上下起伏，还在强有力地跳动着，一双眸子更是死死盯着众人，充满了仇恨和愤怒，仅仅是气息便让人感到心悸和胆寒。林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兰咽了咽口水，疑惑地看向了你。刚才若不是你提醒，他们所有人都没发现吴主任的身份。他的外观上和人类没有任何不同，还积极参与了刚才的方案讨论，提出了好几个切实可行的全国排查方案。如今想想，他便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后怕。他应该是昨天文明试炼开启后被怪物降临，磨灭了自我意识，寄居了身体。他的老公和孩子估计已经被吃掉了。你静静打量着血泊中凶残不减的怪物，面色如常，神色没有半点波澜。重生之前，你和同事们面对过各种各样的怪物，这只是小场面罢了。只不过前世里吴主任的身份暴露的极晚，拖到了第3次文明试炼，给华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你的无数战友为此丢掉了性命，因此你才会在会议上直接将他的身份拆穿。现在的他才吃2个人，实力还很弱小，所以比较容易应对。若是等他吃掉10个人完成进阶，在场的所有人恐怕都得死。话音未落，200多个专家学者们脸色再次大变。进阶？怪物还会进阶，而且还是通过吃人的方式来进阶，也就是说，怪物的实力会更加变态，更加难缠。在众人又惊又惧的时候，你接着说道：所以我才会说，之前的所有方案全都没用。文明试炼初期是收拾怪物的黄金时机，因为他们也很弱小，一旦等到怪物发育起来再处理他们，将要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你紧握着拳头，重新望向了李兰，神情凝重，一字一句提醒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讲到这里，你没再说话，留给了众人消化反应的时间。李兰以及其他专家学者们都被你的这番石破天惊的话给惊住，陷入了沉思之中。原本他们还在怀疑你所说的真实性，可血泊中的这尊羊首人脸的怪物却已经说明了一切。若不是你，他们现在还被怪物所蒙骗，与怪物为伍，共同工作，分享关键的会议信息，光是想想便让他们觉得毛骨悚然，一阵后怕。
既然这些方案不行，那你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半晌之后，李兰抬起头，凝眸看向了你，眸子里隐约中带有一丝期待。你见到这一幕，心中略微松了口气。你之所以做这么多，就是为了引起李兰的注意，得到对方的信任。你接下来的计划必须要得到高层的支持，得到整个华夏的支持。而李兰作为此次最高紧急小组的总负责人，拥有巨大的权力。我的方案就是建立怪物研究院。李兰愣了一下，有些没太明白你的意思，眉头微蹙。你是想要对这些怪物展开科学研究？事实已经证明，降临的怪物对人类文明怀有极大的仇视，嗜血暴虐，更是以人类为血食。目前为止，你是第一个提出研究的人。是的，对于这些怪物，我们一无所知。当务之急便是建立研究院，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了解他们的特性，分析他们的弱点，才能研究出更针对性的武器，减少人员伤亡。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战无不胜。前世里各国不是没有成立怪物研究院，只是他们成立的太晚了。成立最早的华夏也是在第2轮的时候，才正式完成了怪物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但一步晚，步步晚，错过了最佳时期。最先降临的怪物们，他们吃了大量的人类血肉，都已经发育起来了。分析弱点，了解特性，研究武器。李兰等人对视了一眼，再次陷入了沉思之中。文明试炼的怪物只会一轮比一轮恐怖，我们将面对的怪物实力会越来越强，强到突破我们的认知和想象。当人类文明的科技水平无法跟上怪物的强度，等待我们的将是王族灭种，将是文明覆灭。闻言，全场瞬间寂静，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浓浓的震惊神色。你说的太危言耸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文明试炼虽然古怪，但他们从未想过会有王族灭种的一天。华夏传承了5000年的璀璨文明会覆灭在他们的手上。诸位，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远的不说，每尊怪物降临都会第一时间磨灭宿主的意识，取而代之伪装在人类社会生活生存。一旦他们掌控了身居高位者，说到这里，你便停顿住了，没有再说，留给了众人想象的空间。李兰等人脸色却都变得无比难看。的确，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怪物随机降临，一旦寄居在身居高位的人身上，造成的破坏将是难以估量的。最麻烦的是，这些怪物都精通伪装，藏身在人类社会，平时看起来和普通人无异，极难发现。此次若不是你提醒，他们还在傻不拉几的跟一尊怪物商讨应对怪物的方案。针对林墨的提议进行表决吧。李兰缓缓抬起头，看向众人，是否立即建立怪物研究院，开展对怪物的研究？众人神情微动，对视了一眼，短暂思考后，纷纷做出了决定。所有人都被你刚才那番话给说服了，投了赞同票，221票同意。李兰看着最终统计结果，点了点头。那我宣布怪物研究院即刻成立。至于第一任院长的担任人选，在座的所有专家学者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了你。作为发起人，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担任这个研究院的掌舵者。林墨由你来担任第一任院长，你意下如何？李兰轻笑一声，眸中闪过一丝期待和赞赏的神色。非常之时，就该用非常之人。而且他注意到你对怪物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推断出了怪物降临后是潜伏在人群之中，义不容辞。你当仁不让，果断答应了下来。那好，我代表华夏县授予怪物研究院1级权限，对于研究院的需求，无论是人员、物资、武器、科研仪器等，其他部门会优先满足。你们的研究事关整个华夏的未来，关系到无数华夏百姓的安全，请你务必尽早找到识别怪物的方法，将隐藏在人类社会中的所有怪物全都揪出来。这是他目前最担心的事。怪物在人类社会隐藏的越久，所造成的危害就越大，时间紧迫，越早揪出怪物，对华夏来说便会少一分威胁。请华夏放心。你强忍着心头的激动，郑重点头。终于你获取到了高层的信任。不止如此，李兰竟然破格将首任院长让你来担任，如此你便可以更好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前世里华夏奋力坚持，顽强抵抗，在第12轮的时候，集全国科研团队的智慧结晶，研究出了能镇压怪物的科幻天庭计划。只可惜时间太晚，大厦已经崩塌，狂澜已经倾覆，最终回天乏术。但这一次你开局掌握了极大的主动权，一切都有机会。当晚会议结束后，所有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们都怀着复杂忐忑的心情离开了。而关于建立怪物研究院的批文，以惊人的速度经过层层审批，在李兰的力排众议下，发放到了你的手中。燕京之中原科技部的旧址也被划分成为了怪物研究院的办公区域，并且军方更是调集来了一个营的兵力，负责怪物研究院的安全防卫工作。任何人没有上级批文或者你的允许，都禁止进入其中。同时各部门都抽调了精英骨干人员，划派到了怪物研究院。就连那尊倒在血泊中的怪物也被运送到了研究院，关押在了超强钨钢合金打造的临时监狱之中。短短半日，上至你这个院长，下至普通员工，整个研究院的班子瞬间搭建了起来。院长苏尔前来报道，以后我将协助您的日常工作以及照顾生活起居。一名长相貌美、身材高挑、穿着职业制服的女子恭敬地站在你面前。她原本是科技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年轻，但干起事来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属于精英中的精英。李兰把她抽调过来，主要是为了协助你推动研究院的工作进展。老苏，你望着眼前的美女助手，神情有些恍惚。前世里苏尔是你的同事，曾和你并肩作战，明明是个娇弱的女子，干起活来却比男人还拼，最终在一次应对怪物的突发事件中和怪物同归于尽，丧生在了火箭炮之中。院长，您是在喊我吗？苏尔愣了一下，不确定地问道。你这才回过神，眼前的身影和记忆中逐渐重叠，微微一笑，主动伸出手。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林院长，我们研究院已经建立完毕，请问您的下一步安排是？你不以为意，耸了耸肩，立刻下达了命令。
通知院内的所有科研人员准备第一例怪物解剖实验。苏尔答应了一句，便匆匆离去，干脆利落。半小时后，在苏尔的通知之下，研究院内临时抽调来的科研人员们都齐聚在了一间实验室。实验室里摆满了密密麻麻的科研仪器，都是从其他部门抽调而来的，全华夏最顶尖的设备。很快，一尊被10根合金锁链牢牢绑住的怪物被3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抬了进来。院长，他的伤势好像在迅速恢复中，你们确定要对他展开研究？为首的一个士兵沉声开口，但他的目光却死死锁定在怪物身上，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老陈放心，他翻不了天。你摆了摆手，示意身后的科研人员上前将这尊不断嘶吼、凶相毕露的怪物抬上了解剖台。院长，您认识我？刚才说话的士兵愣了一下，诧异地看着你。你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你何止是认识？前世里作为同事，你和陈刚并肩作战，联手斩杀过的怪物不下100尊，两人是足以托付生死的战友。原本两人将在3个月后怪物研究院建立之后才能认识，但这次因为你的提议，怪物研究院提前建立，两人得以提前见面。好了，开始解剖。你从追忆中回过神，深吸了一口气，率先走上了解剖台。血泊中仰首人脸的怪物见状，顿时呲牙咧嘴，试图发动攻击，吓得苏尔等人都面色微变，不自觉地往后退了数步。面对这种未知的怪物，他们内心充满了忐忑和恐惧，但你却是神色如常，不慌不忙走到了距离怪物1米处，熟练地拿起解剖刀，在怪物的胸口的鳞片处狠狠划拉一刀。刺啦，鳞片上出现一道淡淡的划痕，锋利至极的解剖刀竟然连怪物的防御都破不了。记录下数据：怪物编号001，绰号不死者，仰首人脸，体表覆盖鳞片，寻常刀具、常规热武器无法对其造成有效伤害。苏尔反应过来，连忙拿起笔记本，刷刷刷地将你说的话记录了下来，眸子里闪烁出些许讶异色彩。能这么淡定地解剖如此凶残的怪物，这种心理承受力不是什么人都有的。拿钳子来。紧接着你忽然开口，苏尔连忙上前递了个钳子过去。只见你拿着钳子夹住了仰首人脸怪物的一块鳞片，然后借助旁边的辅助仪器设备，将鳞片狠狠地拉拽。咔的一声，拉拽之下，鳞片应声脱落，疼得怪物发出尖锐的嘶吼声，身躯疯狂抽搐和颤抖，憎恨的眼神死死锁定在你的身上，但你却置若罔闻，丝毫不在意，自顾自地说道：不死者的防御力极强，多是依赖于这种鳞片，哪怕是普通的不死者，也只有大口径的子弹能对其造成威胁。1号小组解析鳞片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说着，你将鳞片甩给了身后负责材料学研究的科研小组，再接着你又拿起一个扳手，瞄准了仰首人脸怪物头上的羊角。他的羊角也非同寻常，似乎是其力量的来源，不管受到多重的伤势，只要不当场毙命，他便能迅速恢复。只听得咔嚓一声，在仪器的巨力拉扯之下，这尊怪物额头上的羊角应声断裂，从头皮上生生拔出，犀利的嘶吼和哀嚎声不绝于耳，看得众人胆战心惊。不要怜悯怪物，对他们的仁慈就是对我们同胞的残忍。2号小组解析羊角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交代完之后，你转过身，沉声吩咐道：各小组上前，抓紧时间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解剖研究。3天内，我要他身上的全部数据资料。身后众科研人员对视了一眼，尽管心怀忐忑，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前，颤颤巍巍地走上解剖台，在怪物的嘶吼和惨叫声之下，展开了各自的研究工作。来研究院报道之前，他们原来的领导都找他们谈过话，他们深知怪物研究的重要性，再加上身为院长的你身先士卒，亲自给他们演示了解剖怪物的方式，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退缩。7日后，怪物研究院院长，那尊羊角人脸的怪物被研究死了。苏尔抱着一堆资料，急匆匆地闯进了你的办公室，汇报了最新研究进展。这7天里，研究小组对这尊羊角人脸怪物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从里到外的解剖，把他的身体各个部位都剥离了出来，动用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对其成分进行分析与测试，得到了大量的怪物数据和资料。但怪物实在是太脆了，才扛了7天就丧失了所有生命活动的迹象，彻底死在了解剖研究室。死了就死了吧。关于怪物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已经得到了，他身上也没有别的研究价值了，那他的尸体物尽其用，把它做成标本挂在我办公室当个纪念吧。苏尔整个人愣住了，满脸的震惊，他开始偷偷打量着你。自家这领导和自己年纪相仿，但癖好也太变态了。研究小组的专家教授们研究了7天，据说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可你居然还要把怪物的尸体做成标本挂在办公室里。资料给我吧。你忽然伸出手伸向了苏尔的胸口，苏尔被这一举动搞得俏脸通红，片刻后才意识到你的意思，将胸中怀抱的一叠资料递了过去，上面正是这7日里关于怪物的所有研究成果。院长，有个事我不太懂，您将怪物命名为编号001不死者，难道日后还会有其他怪物降临吗？苏尔看着这叠资料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现在的地球各国风平浪静，许多人都已经淡忘了7日前的文明试炼仪式，只有偶尔抬起头的时候能看到天空中的灰色幕布遮挡了星光，笼罩了苍穹。当然这尊怪物仅仅是开始，其实现在的华夏各部门对你建立的怪物研究院已经有些不满了，觉得你有点小题大做，甚至还有的专家认为吴主任化身的怪物只是地球上的某种未被发现的变异物种，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的研究。对了，军方那边关于建立猎魔小组的批复下来了吗？还没有，军方觉得他们足以对付怪物，让我们专心搞研究就是了，其他的交给他们。你皱了皱眉头，果然和你预料的差不多。刚建立的研究院只是得到了李兰个人的信任，其他部门对这个小小的研究院并不是很重视。婉儿，把我整理后的这份资料送到内阁去。你深吸了一口气，取出了一份 SSS 级加密资料，递给了苏尔。燕京，
内阁数位老者正在处理政务。老王，已经7天过去了，无论是我们华夏还是各国之中，都没发现什么异常。最近怪物研究院疯狂抽调人员，仪器设备优先配给资源人力，其他部门已经有很大意见了。你会不会有点太小题大做？或许我们大夏就只有吴主任这一例怪物。李兰被一个个大佬注视着，顿时感受到不小的压力，眉头皱起。是他以一己之力担保，才推动了怪物研究院的成立，给予了最高优先级，还破格将你的身份破格提拔为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但7天以来，全球风平浪静，怪物的事情就像是捕风捉影一般，米国等国家都没做什么应对措施，唯有他们华夏杯弓蛇影，鼓捣出了个怪物研究院。这个李兰颇有些为难。恰在此时，一名警卫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报告首长，怪物研究院送来 SSS 级绝密文件。闻言，众人都不由一愣，绝密文件？军方的一位老者摇了摇头，随口道：“他们前不久还找过我，说是要组建猎魔小组，估计还是为了这事。”他漫不经心地接过报告，撕开封条，随意地拿出了里面的文件，草草扫了一眼，但他脸上那漫不经心的表情顿时一扫而空，眼神之中迸发出了震惊之色。什么？这怎么可能？其他几个老者对视了一眼，都预感到了什么，主动走到了军方老者面前。当看清楚了文件上的报告内容后，每个人的神情骤变，震惊、惊慌、恐惧。研究院那边这么快就取得了突破，获取了怪物的全部习性，其防御力强，恢复速度快，生命力极其顽强，故将其命名为001不死者。其具备超强的防御力，以血肉为食，吞噬的人类血肉越多，升级越快，等阶越高，防御越强，破坏性越大。1阶吞噬10人可提升至2阶，2阶吞噬100人可提升至3阶，3阶吞噬1000人可提升至4阶，4阶怪物非核弹不可伤。几人彼此对视，不断吞咽着口水，目光之中全都是无法掩饰的震撼之色。研究院的效率未免也太高了，短短7日便将那尊怪物的数据、习性、进阶等情况分析得如此透彻。这份数据确定是真的吗？军方的老者紧攥着报告，死死盯着警卫员问道：“如果真的，那么他们军方必须要重新估算这种怪物的破坏力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研究院的苏尔正在会议室外等候，警卫员挠了挠脑袋，让他进来。很快，苏尔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会议室，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大佬，这些人都是跺跺脚都能让华夏翻天覆地的大人物。此刻每个人都如同小学生一般，好奇地盯着他。你送的这份绝密资料确定是真的吗？军方老者抢先开口，沉声问道，一双深邃的眸子停留在苏尔身上，充满审视和质问的意味。这些资料是院长带着我们呕心沥血研究了7天才整理出来的，上面记载的怪物资料和数据都经过了反复大量的实验，可以确保99.6%以上的真实性。001不死者都已经被研究死了。众人闻言都露出了古怪之色，怪物被研究死了，可见你带领的研究院有多疯狂，也能侧面证明这份报告的可靠和真实性。诸位，情况不容乐观了。林默说，根据模型预测，华夏境内至少还存在50至100头001号不死者潜藏着。他刚才快速翻阅了整份报告，注意到了上面的这个论断。他很了解你，没有必要的把握，是绝对不会做出如此论断的。几位老者彼此对视，眼眸闪烁着，眉宇中都透着浓浓的忧虑。林默太猛了，研究院才成立7天，便取得了如此详尽的怪物各方面参数，效率之高，成果之大，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但同样的，也让他们有些坐立不安，忧心忡忡。50到100只001不死者，多藏在华夏的14亿百姓之中，必然会不断吞噬血肉，壮大己身。尽管报告上说怪物每吞噬一个人都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但是一旦怪物达到了3阶4阶，他们的防御将极大提升，非核弹不可伤。各位领导不用担心。正在这时前来汇报的苏尔壮着胆说道，来之前院长说过，我们发现怪物的时间早，一步快步步快，目前来说优势在我。001不死者现在还很弱小，都在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敢明目张胆的吃人。我们只需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民众科普怪物的习性，公布注意事项，警惕怪物的袭击，一旦发现异常即刻举报，必然可以揪出大部分伪装的怪物。众人闻言眼神一亮，顿时露出喜色。的确，你说的没错，降临在华夏的怪物现在还只是1阶，实力还很弱小，只要让百姓们警惕观察，发现异常即刻举报便可以揪出他们，除非他们不吃人，但不吃人他们就无法获得成长进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优势的确在我。老王，你这次没看走眼。林默担得起医院之长，一个老者看向了李兰，感慨不已，神色中满是对你的欣赏和肯定。其他几个老者也是连连点头。若没有你研究出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怪物的了解还一无所知，处于摸黑状态，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做出精准的判断和应对。我提议研究院的优先级和待遇还可以往上提一提。赞成，我也赞成。新闻发布会的事情也交给怪物研究院吧，专业的人来办专业的事。另外，对林默院长的保护措施必须要升级了。001不死者知道此事，说不定会对林默院长展开猎杀行动。如今研究院和林默院长都对华夏至关重要，我复议。众老者迅速达成了一致，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军方的那名老者更是大手一挥，在一直没有批复的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下指示，抽调各军区最精锐人员前往怪物研究院报道，组建猎魔小组，无条件听从院长林默的命令。研究院办公室，什么？让我当主播？苏尔瞪大了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不敢置信。他刚从内阁回来，跑到你面前复命，结果你就给他安排了个新的工作。我打算在怪物研究院的官网开设一个直播间，向全国14亿民众科普编号001不死者的特性应对方法。你长得好看，外在
形象好，不当主播浪费了。您长得也很帅啊，为什么自己不直播？你见过领导直播的吗？直播下午开始，你赶紧去换身衣服，别穿得这么干练，小家碧玉一点。这是工作需要。苏尔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工装，总感觉你别有居心，但又没什么证据。下午，苏尔穿着平时的休闲装走进了直播录制室，一改之前的干练着装，就像是个长相清纯的邻家女孩。看着早已调试好的直播设备，她小心忐忑地坐在了镜头面前。第一次当主播的她内心没什么底，直到听到你的声音，她才收敛心思，进入了工作状态，看向镜头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观众朋友们，我是怪物研究院的苏尔，自即日起，我院将在本直播间解答大家的疑惑，回答怪物相关的问题。一段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他发现直播间异常冷清，在线观众的数量寥寥无几，连一个弹幕都没有。院长，他哭丧着脸看向了坐在对面玩手机的你。不急，我已经和其他部门打好招呼了。今天下午全国网络上的所有流量都将向咱们直播间引流。此次直播前，你特地和内阁打了个招呼，拿下了超级特权，人数什么的完全不是问题。与此同时，某博，全国最大的博客平台，一条置顶公告直接取代了排名第一的某戏子热搜，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公告名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劲爆的标题瞬间吸引了许多网友们的好奇，大量网友点进公告，发现竟然直接跳转到了某个外部网页的直播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清纯甜美的美女直播，自称是什么怪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黑客入侵，发生什么了？某博这是被杀穿了呀！技术人员呢？怪物研究院这是什么机构？我以前从没听过呀。有一说一，这美女是真漂亮啊！要是给我当老婆，我天天住别墅也愿意啊。哥们儿，你是一点亏也不愿意吃啊！直播间里原本冷清寂寥的屏幕上涌现出了成片的弹幕，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直播间的在线人数更是顷刻间突破到了上万人。同一时间，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每个网友点开后都刷到了相同的一个视频。视频里只见一个扬手人脸、体表遍布鳞片的怪物，正狰狞地注视着他们，看得人内心战栗，毛骨悚然。紧接着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便跳转到了某个外部网页的直播间。靠，刚才那怪物是恶作剧吗？给老子吓了一跳！怪物研究院，这是什么机构？哈喽啊，美女，能展示下才艺吗？一字马会不会？哥们给你冲游艇，这主播长得也太美了吧，比明星还好看。尽管被怪物的图像吓了一跳，但在颜值的吸引下，网友们都老老实实的待在了直播间，加入了弹幕互动大军。几乎同一时间，国内所有的互联网平台都接到了相关部门的指令，将怪物研究院的官网直播间链接置顶，只要是该平台的用户便会跳转到怪物研究院的直播间。同时，电视上各个地方卫视都在同步直播，哪怕是那些不会使用智能机的老年人们，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此次直播。可以说，这一场直播覆盖了整个华夏，所有能接触到网络信号的地区和人群堪称空前绝后。院长直播间人数达到了8000万。苏尔看着直播间飙升的在线人数，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他本以为只是一场小小的直播，没想到院长居然把阵仗搞得这么大，他的压力瞬间大了起来。这场直播绝对不能出现失误。开始科普吧，你却是神色如常，朝他点头示意。文明试炼每个月都将启动一轮，民众们日后会不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怪物，必须要让他们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观众朋友们，我是怪物研究院的苏尔。怪物研究院顾名思义是专门针对怪物所建立的，相信大家还有印象，8天前地球上空突然出现了一片灰雾，至今未曾消散。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地球上的各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名为文明试炼的残酷考验，失败的文明将被磨灭存在的痕迹，永久埋葬在历史长河之中。当着8000万网友的面，苏尔语出惊人，直接甩出了个重磅炸弹，将文明试炼的真相和盘托出。一瞬间，直播间变沸腾了，弹幕铺天盖地地涌出，屏幕上密密麻麻，根本看不清网友们说的话。而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第一轮文明试炼的考验，已经有不明数量的未知怪物降临我国，他们伪装成了普通人，潜藏在我们身边，可能是你的父亲、你的儿子、你的妻子、你的女儿，他们以人类为食，充满了嗜血和暴虐的因子。一旦你们发现了身边人有异常，请第一时间拨打12111热线，主动联系怪物研究院。话音刚落，华夏各地的网友们彻底炸锅了。什么意思？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极有可能是怪物伪装的。这个真相让许多人一时间都接受不了，太离谱了。正观看直播的他们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己身边，嘴角抽搐了几下，并不是很相信苏尔的话。若不是怪物研究院身后有国家在背书，他们肯定会将这场直播当作一场闹剧。大家不要急着下判断，这是我院发行的怪物应对守则，能帮助大家在生活和工作之余保护好自身安全。识别出伪装的怪物将在直播间内循环播报，请大家务必牢记。怪物守则第1条，怪物不敢当众暴露，任何时候都不要远离人群。怪物守则第2条，发现有人行为举止异常，不要大惊小怪，请立即报警，寻求警方的帮助。怪物守则第3条，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哪怕他是你的父母。怪物守则第4条，如果你身边有人失联，不要声张，请偷偷报警，他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怪物守则第5条，晚上10点之后，怪物的觅食欲望最为强烈，千万不要单独出门。怪物
守则第6条，如果发现你同事的嘴角是红的，那可能不是番茄酱，是你的其他同事。随着一条条守则的公布，直播间的网友逐渐意识到，这不像是开玩笑，每个守则听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他们身边真的有人被怪物替换了吗？怪物伪装成普通人，和他们一起吃住，一起生活，目的就是为了偷偷吃掉他们。主播，你说的太吓人了，跟真的一样。怪物真的伪装在我们身边吗？完了完了，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睡觉，我现在住在单位的员工宿舍，只想赶紧搬出去。听完怪物守则后，我看谁都感觉是怪物。怪物守则不是说了吗？不要远离人群，怪物不会轻易暴露。直播间里在线人数数量不知不觉中突破了1亿人，这是真实的在线人数，而不是那种平台弄虚作假的数据，近乎覆盖了当前所有在上网的网友们，给这些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怪物真的出现了，就潜藏在他们的身边，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被怪物盯上，成为怪物的食物。怪物守则说了，普通人面对怪物，两者之间的战力区别，就相当于普通拳击手面对泰森，反抗只会让怪物更加兴奋，惊慌、害怕、担忧、恐惧、绝望，各种情绪都充斥在每个民众的心头。大家不要太悲观，一旦发现怪物的踪迹，及时拨打12111热线上报。请相信华夏，相信怪物研究院，我们会倾尽全力保障每一个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话一出，直播间的网友愣了一下，紧接着便是海量的电话拨通，挤入了研究院的热线。院长不好了，热线爆了！一个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跑进录制室，福尔在你身边报告道：扩充县城，分流接入，赶紧增派接线员，确保热线24小时通畅。这场直播的效果终于达到了，民众们对怪物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你相信，在14亿民众的联合举报之下，国内那几十头怪物将暴露无遗，除非他们降临8天以来一个人都没吃，一桩命案都没犯下，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洋彼岸，米国国防部大夏全民直播的事情很快惊动了这里，全华夏的流量都聚集到了这个直播间。詹姆斯盯着屏幕里的苏尔，嘴角抽搐了几下，不由嗤笑道：大夏真的脑子抽了，居然认为怪物伪装在普通人之中，还主动向民众传播恐慌，更是编造出了一个所谓的怪物守则，生怕民众们不害怕，特意传播恐慌的情绪，简直是唯恐天下不乱。要知道大夏可是足足有14亿的人口，这样下去恐怕都不用怪物出手，大夏自己就要乱成一锅粥了。长官，我们米国排查了1周了，只拍到了一张怪物的模糊图片，其他什么都没找到。大夏的猜测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詹姆斯身边的一个助手忽然开口，担忧地说道。闻言，詹姆斯眉头微蹙，沉默片刻后摇了摇头，断然道：不可能，哪有怪物能伪装成人的模样，还正常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尽管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怪物，但始终没朝着怪物已经伪装成人类这个方向思考，这太匪夷所思了。能伪装成普通人的怪物，显然具备了高度的智慧，而地球演化了那么多年，也才诞生人类这一个智慧物种。让国防部继续排查，怪物肯定藏在某个角落。詹姆斯眸光闪烁，否认了助手的这个猜测。国外水管，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华夏怪物研究院的直播，同样被有心人转载同步到了这里，顿时引起了来自全国各地网友的热议，围观人数空前绝后。哈哈哈，开什么玩笑，我身边的亲人朋友是怪物，我很好奇，他居然能一本正经的念怪物守则，怎么忍住不笑的？我记得大夏是有9年义务教育的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漏网之鱼？怪物研究院一个笑话罢了。大部分的网友对苏尔公布的怪物守则都嗤之以鼻，没有人相信怪物已经躲藏在了人类社会，融入了他们的身边。至于怪物研究院，更是因为此次直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了全球网友们的笑柄。许多人都在吐槽大夏昏了头，居然鼓捣出了这么个机构。8日前，地球的确被拉入了一片灰幕之中，但谁也不确定怪物是不是真的降临了。万一是个国家的恶作剧呢？唯独大夏如此杯弓蛇影，竟然以惊人的速度成立了个怪物研究院。他们实在想不通，这个研究院除了传播恐慌情绪让民众们害怕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大夏、天津怪物研究院，随着直播的进行，怪物热线已经被打爆了，每分钟都有数十个电话拨入。为此，你专门增设了100个接线员，专门负责处理全国各地网友们的举报热线。喂，是怪物研究院吗？我刚看了直播，怀疑我室友有问题。昨天晚上我发现他的牙齿上塞了一块肉，还骗我说是跟我女朋友吃火锅吃的。开玩笑，我女朋友怎么可能跟他出去吃火锅？先生您好，这边觉得你女朋友可能恋爱了。喂，你好，我要举报，我怀疑我同事是怪物伪装的。前天我借了他3000块钱，他一直拖着不还，以前他明明不是这样的人。先生您好，请不要污蔑怪物，怪物只吃人，从来不借钱。喂，警察叔叔，快来救命！我在公司楼的厕所隔间里，我在厕所里听到了男人的声音，会不会是怪物？接线员们耐心负责，认真倾听每一个电话，将网友们提供的线索都记录了下来，不多时便汇总了数千条。然而这些线索绝大多数都是网友们的胡乱猜测，和怪物没有什么关系。院长有个大学生举报说看到了一个长着羊脑袋的怪物把他室友给吃掉了，他现在正躲在寝室的柜子里。突然间，一个接线员放下电话，急匆匆地跑到了你面前，递交了一个关键性的线索，地点位置。你瞳孔微缩，沉声问道：在哪？就在燕京郊外的理工大学。猎魔小组集合，准备出发。你当机立断，下达了命令。上级批复下来后，从军方抽调来的精锐人员都已经陆续来到研究院，共300人，被你安排进了猎魔小组，由陈刚担任队长。可是陈刚满脸难色，有些犹豫。猎魔小组刚成立，还没磨合训练。没有可是，战斗就是最好的磨合训练。是，院长。陈刚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敬了个军礼，转身离去。清点手下的300人集合到了你的面前。猎魔小组应到300人，10到
300人。300人昂首挺胸，目光如鹰隼般锐利。他们每个人都来自于一个军区，属于兵种之王的存在，精通各类战斗技能。本次任务极度危险。此外，执行过程中我将开启全程直播，怕死的怕丢脸的，现在就可以退出来。话音一落，300人都满脸通红，双眼通红地盯着你，仿佛对他们来说这是莫大的侮辱。从入伍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保家卫国是他们毕生的信仰，战死是他们最高的荣誉和归宿。我们不怕死！300人异口同声，声音无比洪亮，以怒吼回应你，宛如山呼海啸一般。很好，出发！燕郊理工大学。燕郊理工大学门卫大爷懵逼地看着突然降临的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你等人，吓得差点当场报警。紧急通知！怪物研究院现在临时接管贵校。陈刚立即上前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紧接着带着猎魔小组快速冲入了校门，直奔学生宿舍楼而去。苏尔则负责全程直播，将这一幕同步到直播间里。瞬间直播间又炸锅了，什么情况？怎么突然跑我学校来了？这个猎魔小组是什么番号？好像是发现了怪物的踪迹。这个猎魔小组是专门负责猎杀怪物的组织吗？这装备好豪华呀，应该是真枪吧？网友们震惊不已，全程高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只见在陈刚的带领下，猎魔小组迅速锁定了一栋学生宿舍，将其中的所有学生都喊了出来。站在宿舍前的空地上，足足有上千人。这些学生们都满脸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荷枪实弹的陈刚等人，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谁报的警？你率先上前朗声问道。是我报的，我看到了怪物把我的室友给吃掉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大学生上前，忐忑不安地四处张望，警惕地盯着周围每个人，充满防备，生怕他们突然变成了怪物。你不知道谁是怪物？你皱了皱眉头，本能感觉到有些棘手。整栋楼的学生足足有上千人，很显然怪物伪装在其中，想要揪出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科幻天庭必须要提上日程了。你心中叹息一声，喃喃自语。科幻天庭是前世华夏覆灭之前集全华夏之力商讨出来的应对危机方案，具备多种功能，可镇压怪物，封印诡异，识别怪物的身份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功能。但现在你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怪物进行排查了。所有人盘查下身份。你挥了挥手，对空地上的上千名学生展开了全面排查。按照举报者所说，他在2个小时前看到怪物吃掉了他的室友。显然怪物在察觉到猎魔小组的到来之后，再次伪装了身份，潜藏在了这批学生之中。2小时后，经过了轮番交叉排查，现场的上千名学生们都被猎魔小组验证过身份。但是院长所有人都排查了。陈刚走到你身边摇了摇头，他们身上并未发现异常，应该都不是怪物伪装的。此次盘问他们严格按照你编定的怪物守则来筛查的，并未发现其中有人具备怪物伪装后的特征，还有一个人没查，你却摇了摇头，眼中露出金光。都查过了呀。陈刚愣了一下，看了眼空地上的人群，猎魔小组的300人将所有人包围了起来，挨个检查盘问，查看外貌特征，他可以确保绝对没有漏网之鱼。不，宿舍管理员你们还没查。说完你转过身，目光穿越人群，锁定了旁边围观的某个中年男人。黄子龙，你是这栋宿舍的管理员，过去3个小时你在哪里？话音未落，陈刚等人脸色骤然大变，不自觉地拿起手中的武器，对准了这个外貌不扬的中年男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中年男人一脸无辜，茫然地咽了咽口水。直播间数千万的观众更是在此刻沸腾了。他是怪物变的，他从上到下哪点像怪物？呵呵，我在直播间蹲了2小时，就是为了看怪物的，结果给我整这么一出。他要是怪物，我从18楼跳下去。弹幕们无比激动，都觉得你在这里胡扯，以应付此次的干大闹剧。而且这个宿舍管理员太普通了，属于扔到人群里就泯然众人，没有任何突出特点的那种，根本没有一点像是怪物。怪物守则第7条，编号001，不死者伪装的时候，无法将头部的羊角彻底遮掩。能把你的帽子给摘下来吗？你瞥了眼弹幕，不慌不忙地看着宿舍管理员，指着他头上的鸭舌帽，嘴角翘起。能把你的帽子给摘下来吗？宿舍管理员深深凝望着你，眼中闪过金光，蓦然间有杀意在酝酿和弥漫。怪物守则第10条，怪物每次吃完人后，腹部的皮肤将变得通红，维持24小时。你敢把上衣脱了吗？你却置若罔闻，自顾自地说道。怪物守则第14条，怪物能进行完美伪装，但体重不会改变，这是体重秤。面对直播镜头，你侃侃而谈，利用怪物守则一次次拆穿宿舍管理员，公开处刑。够了！终于宿舍管理员暴喝一声打断了你。只见他暴力地撕开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血红色的腹部，原本人类的身躯也在此刻扭曲变形，短短数秒便完成了变身，现出了原形，一头羊角人脸匍匐在地的4脚怪物，狰狞地盯着你，狞笑着。你竟然对我族如此熟悉！一时间杀意漫天，宛如实质。戒备！陈刚急忙大吼，第一时间挡在了你前面。内阁已经下达了死命令，你的安全将是华夏重中之重，任何人都可以死，唯独你连擦着碰着都不能有。空地上的其他学生们亲眼见到怪物变身的一幕，吓得惊恐尖叫了起来，面色煞白，场面一度非常混乱。猎魔小组执行猎魔任务，你却是淡定如常。陈升下达了战斗指令。是。陈刚瞥了眼你，擦去了额角冒出的细汗。和怪物如此近距离对峙，他内心都忐忑不已，无比紧张。但院长却无比淡然，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猎魔小组听我命令，1号战术瞄准怪物的羊角射击。陈刚深吸了一口气，身先士卒，率先开火，试图在怪物出手之前先行狙杀这头怪物。1号战术是你交代给他的，针对001不死者的弱点，避开其身体防御，优先攻击其羊角。经过研究，羊角乃是不死者的力量源泉。吼，连我族的弱点都知道，留你不得。001不死者见状再次爆发出怒吼，狞笑着不顾一
一切的朝着你扑来。哒哒哒，猎魔小组强势开火，以密集的火力压制着001不死者的行动。一颗颗子弹撞击在001不死者的身躯之上，都被鳞片给挡了下来，并未造成什么有效伤害。这防御强度至少已经吃了5个人。你死死盯着怪物，心头一寒，杀意凛冽。与此同时，直播间在高清摄像头的捕捉同步之下，宿舍楼前的战斗被数千万网友们看得清清楚楚。怪物现出原形，与猎魔小组展开战斗。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但却颠覆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刷新了他们的世界观。真的有怪物，到了此刻再也没有人怀疑你的话了。怪物真的就躲藏在人类社会里，潜伏在他们的身边，以他们的同胞为血食，就连子弹都奈何不了他们。怪物守则，赶紧把怪物守则给背下来。院长刚才就是利用怪物守则才识别出怪物的。从现在开始，谁在我面前戴帽子，我直接打。这怪物太凶残了，我连正视他的勇气都没有。真佩服这些猎魔小组的人，我更佩服林院长。他刚才盘问怪物的时候，两人距离只有3米吧。弹幕疯狂涌动，都在发泄着心头的震惊与不敢置信。对于你，他们是由衷敬佩。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换做他们，若是提前知道怪物的身份，肯定恨不得有多远躲多远。但你却是身先士卒，站在怪物3米远，这种胆量不是寻常人能有的。千万要赢啊！望着屏幕中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直播间的网友们内心充满了忐忑和担忧。300人的猎魔小组强大的火力压制，竟然和一头怪物打得有来有回，让他们对怪物的强大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寻常人碰到怪物的下场只能是沦为食物，就连泰森恐怕也活不下来。恐惧、害怕、迷茫，各种情绪弥漫在每个人的心间。人类的末日难道到了吗？恰在此时，画面的镜头陡然变换，转移到了在现场指挥的你身上。只见你孤身一人站在后方，不断做出战术调整，修正陈刚等人的战斗方法。明明是很普通的一幕，却让众人的心头燃起了一团火。一种名为安全感的东西浮现在他们的心间。有林院长在，我们不会输。不知道谁发了一句弹幕，整个直播间彻底被点燃了，铺天盖地的弹幕汹涌而至，全是清一色的有林院长，我们不会输。直播间的数千万网友都变成了复读机，不断重复着这句话。燕郊理工大学宿舍楼前，半个小时后，密集的枪鸣声终于平息了下来。报告，陈刚捂着受伤的右臂走到你面前。猎魔小组顺利完成任务，目标001不死者已彻底丧失战斗力。在他的身后，那尊极其嚣张、妄图杀死你的羊角人脸怪物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尽管依旧凶残，但他头上的羊角已经被生生打断了一根，身上的鳞片也都被大口径子弹贯穿了数次，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但猎魔小组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包括他在内，共有100多人负伤，2人重伤。这还是你在一旁指导战术战法的结果。若没有你的指导，他们的伤亡情况只会更加惨烈。可以说这次战斗他们没有输，但也没有赢。把他带回研究院，你摆了摆手，心情同样很沉重。猎魔小组虽然都是军中精锐，但缺少磨合，对怪物的战斗方式也不熟悉，因此必须要抓紧时间训练战法战术。未来的怪物只会更强，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院长，直播间人数破亿了。脸色煞白的苏尔走上前，强忍着心头的不适汇报道。你眉头一动，深深凝望着自己这个美女助手。此次行动，苏尔一直跟在你的身后，负责同步直播。第一次目睹了怪物的凶残，战斗的惨烈，居然还能站着向你汇报工作。难怪前世里研究院被怪物攻破的时候，他会毅然决然和怪物同归于尽。但这一世不会了，你不会让怪物有任何机会对华夏造成任何威胁。直播间随着战斗的结束，网友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弹幕遮盖了整个屏幕。牛逼！研究院威武！林院长，我以后就是你的死忠粉了。好顽强的怪物，承受了如此猛烈的火力攻击，居然没有当场死亡。女主播叫什么名字？兄弟们，我是真心喜欢这个，你哪个不喜欢？在经过了怪物的真相刺激之后，民众们紧绷着的神经也放松了不少。经过此事，怪物研究院以及你的名字也被世人熟知，彻底爆火。怪物守则更是被网友们打印了下来，通篇背诵。许多人都模仿着你，用怪物守则中的方法来辨别怪物。尽管对怪物依旧充满了恐惧，但只要一想到你，一想到怪物研究院，他们的心里就有了底气。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华夏时刻在庇护着他们。大洋彼岸，米国国防部，怪物竟然真的能伪装成人类。约翰逊瞳孔微缩，震惊地看着电脑里的直播画面。屏幕里，华夏方面的怪物研究院封锁了某高校，揪出了一尊伪装成宿舍管理员的怪物，以凌厉的手段当场镇压，将其击倒，全程公开透明。战斗过程更是惨烈刺激，怪物的强大竟然能扛住300个全副武装的精锐部队的围攻。不行，我必须赶紧找詹姆斯报告这个事。他紧咬着牙猛地站起身。华夏方面显然早就已经知道怪物伪装的事情，并且做出了相应研究，连怪物的习性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而他们米国对怪物却是一无所知。咚咚咚，很快他便来到了国防部的总负责人詹姆斯的办公室外。进来，推开门后，他满脸焦急，迫不及待地说道：詹姆斯，我们错了，大错特错。他刚要说华夏的事情，突然愣住了，无意中瞥见了办公桌上摆放的一份完整版怪物守则，不由松了口气。原来你也看到了华夏的直播，华夏领先我们太多了，尤其是那个怪物研究院的林默，眼光太超前了，果断建立了研究院，还取得了如此大的研究成果。
可惜这样的人才没能生在米国，我们必须要赶紧学习他们，将怪物守则。看完直播后，他深刻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对于你更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想要说服詹姆斯将怪物守则普及全国。然而詹姆斯却是摆了摆手，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约翰逊，你先把门关上。约翰逊再次一愣，但还是听从对方的话，将办公室的门关上了。可刚转过身，却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只见詹姆斯的身躯发生了270度的扭曲，身上长出了一片片巨大的鳞片，变身成了一尊散发出暴力气息的怪物，张开着血盆大口朝着他扑来。有管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华夏的直播视频被有心人上传分享到了这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亚于一场世纪大地震。本来对华夏的怪物研究院和怪物守则嗤之以鼻的网友们都傻眼了，真的有人变成了怪物？不是怪物伪装成了人，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还能说话，口吐人言？他是不是还具备人类的智慧？我的上帝，世界末日难道要到来了吗？我的身边不会也有怪物隐藏的吧？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全球各国的网友们都意识到自己错了，一时间恐惧的气氛笼罩在了各国民众之间。华夏没有骗人，那些怪物真的降临在了普通人里，完美伪装和他们一起生活工作，说不定他们的父母亲人情侣就是怪物伪装的。一想到这里，他们便不由毛骨悚然，连门都不敢随便出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艾特自己的国家，台米国、华夏都已经建立怪物研究院，研究出了怪物守则。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不想死啊，我还年轻，我真的不想死。采樱花国、八嘎，赶紧把怪物揪出来啊！怎么这个时候当哑巴了？怪物擅长伪装，以人类为食，凶残暴虐，充满未知，给各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惧。一时间阴霾笼罩在了各国上空。怪物研究院实验室宿舍管理员被合金锁链牢牢绑住，锁死在了实验台上。站在他旁边的是你，以及一群身穿白色大褂的科研人员。终于捕获了第2尊怪物了，你眸光闪烁，心头激动不已。前世里大夏经历了12轮文明试炼，在灭亡之前，已经有科学家寻找到了文明试炼中的一线生机。每个怪物都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威力，掌握着超凡能力，看似不可抵挡。但只要怪物死亡后，他们的体内便会掉落某种诡异的物品。对这些物品进行解析研究，可以获得各种超出当前时代的科技。比如说001号不死者，它的力量来源于羊角，一旦死亡，其羊角也将自动脱落。只不过实验台上的怪物疯狂挣扎着，狞笑着扫视众人，哪怕身受重伤，依旧生龙活虎，散发出阵阵暴虐的气息，扯着嗓子疯狂怒吼：卑微的人类，这场试炼才刚刚开始，灭亡才是你们的最终归宿。众人被怪物发狂的样子吓得不由后退了一步，唯有你站在原地，冷冷盯着怪物，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一次不会了，前世大夏无数人前赴后继，牺牲了无数人，只为了文明能延续下去。或许是所有华夏人不甘的执念，才让你有了重生的机会，让你可以提前布局，有时间启动前世华夏的终极计划。第2轮怪物研究开始，你深吸了一口气，率先走到了狰狞怪物身边，拿起解剖刀，面无表情地开始解剖，任由怪物如何嘶吼威胁，始终岿然不动。身后众人见此一幕，心头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去他娘的！听说你吃了5个人，今天不把你抽筋剥皮，老子跟你姓！最先上前的是医学领域的一名中年研究员，他手上拿着一根粗大的针管，骂骂咧咧地走到怪物身侧，从裸露的鳞片入手，狠狠地扎入了怪物的大动脉。大家悠着点，他鳞片下的皮肤好像韧性很强，是种新型材料，最好是全套连着头皮剥下来，不要伤着他了。一个材料学的教授连忙开口，一脸的担忧。这羊角的材质也极为特殊，里面似乎时不时会发出某种电波，连着头盖骨一起取下来吧。他的毛发居然防水防火，保暖性还贼强。他们都是从全国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在各自领域都是翘楚。恐惧消散之后，都瞄准了怪物身上的各个部位。可以说，这些掌握了超凡伟力的怪物，全身上下都是宝贝，具备极大的研究价值。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怪物不知死活的叫嚣，居然说大夏必定灭亡，已然犯了众怒。实验室里骤然响起了怪物的惨叫和哀嚎：卑微的人类，你们竟然这样对我，我要把你们全都撕碎！他痛苦地嘶吼着，不断发出威胁，但却无济于事，只能让研究人员们更加兴奋。实验室外，院长里面研究开始了。苏尔咽了口水，震惊地看着从实验室走出的你，哪怕是站在门外，他也能听到那凄厉的惨叫和哀嚎声。痛，太痛了，也不知道怪物在里面遭遇了什么非人的折磨。老陈呢？你点了点头，同时问道。从理工大学回来后，你便组织了研究小组，第一时间进入了实验室。陈队长带着人去训练了，就连伤员都去了，我劝都劝不住，要不您去劝劝吧。战斗之后，猎魔小组的近100人员都受伤了，但回到研究院后，他们只是简单处理了下伤势，便迫不及待地训练去了。这是我整理的针对001不死者的围杀战术战法。你走到办公室取出了一份方案，递给了苏尔，吩咐道：你去一趟，把它交给老陈，让他按照这个方法训练。苏尔瞪大了眼睛，本以为你会去劝阻陈刚等人，没想到你居然甩出了一份训练方案，这也太拼了吧！别挨了，我们没时间了。你轻叹了一声，沉声道：第1轮文明试炼已经过去了8天，降临的怪物里肯定诞生了2阶，我们必须要争分夺秒，提升猎魔小组的战力。闻言，苏尔心头一颤，顿时想到了那份绝密档案。怪物吃人是可以进阶的，尽管怪物每吃一个人都
都需要24小时来消化，但实力越强，消化的时间越短，而只需要吃10个人，他们便可以进阶到2阶，实力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防御力、破坏性、速度、恢复力、生命力等都将更加恐怖。难怪陈刚和院长会如此急切，以猎魔小组如今的战力，面对2阶不死者只会全军覆灭。院长放心，我这就去。苏尔接过训练方案，快步朝着训练场而去。同一时间，自从理工大学怪物事件后，各国的官方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紧跟着华夏的步伐疯狂抄作业。大夏建立了怪物研究院，他们也建立怪物研究院；大夏组建了猎魔小组，他们也组建了猎怪小队。就连怪物守则也被印发成了各个不同的语言版本，在各国之中疯传。不知不觉间，你编撰的这本守则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书籍，没有之一。总而言之，大夏做了什么，其他国家纷纷跟进。同时，在各国民众的留心注意之下，怪物的身影也逐渐浮现出了水面。越来越多的人拍摄到了怪物的样子，羊角人脸、体表鳞片、四足仆地、残忍暴虐，怪物杀人事件发生的愈发频繁，无形的恐惧弥漫在各国的土地上。最先崩溃的则是那些小国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和镇压力量，怪物愈发嚣张，甚至都不再躲藏，干脆现出了身形，寻找人类猎杀，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一时间，全球各国动荡不安。水管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随着怪物身影的频繁出现，各国的网友们上传了越来越多的怪物袭击人类、以人类为食的视频。我邻居昨天被怪物袭击了，半截身体都被怪物吃了。我的上帝，这长着羊角的怪物被机枪扫射，竟然还能活蹦乱跳。我听华夏说，怪物吃人会越变越强，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吗？大胆预测，人类文明将在1年内灭亡。这该死的文明试炼到底是谁搞的鬼？老子不想参加这个试炼啊！一个个的视频引起了全球民众的争相讨论，大部分人对这次文明试炼持悲观态度，无比消极。这才第1轮，据说后面每个月都会有新的怪物降临，人类极有可能被这些异种族的怪物给覆灭了。末日言论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各种乱象在全球接连上演，打砸抢烧事件发生的愈发频繁，秩序已经在悄然之间崩塌。华夏在全球秩序崩溃、陷入混乱的时候，这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怪物的恐怖氛围同样笼罩在这片大地，但民众们却没有想象中的悲观。全国各地每个城市依旧灯火通明，秩序井然，治安也和往常一样。而这一切都源于你直播的那次燕郊理工大学的镇压行动。你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们，华夏一直在悄悄行动着，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他们。大家要相信我们的国家，怪物虽然恐怖，但我们能扛过去的。我已经把怪物守则发给我全家看了，一旦找到怪物的踪迹，第一时间举报，绝不给怪物发育的时间。老祖宗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怪物灾难，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给国家添麻烦。网络上华夏民众们相互扶持，彼此鼓励。灾难虽然可怕，却在悄然之间唤醒了刻在他们骨子里的某种东西。每个人都在默默背诵怪物守则，争取能辨别出怪物，举报给怪物研究院，遵照怪物守则上的指引，和信得过的人待在一起，绝不独处，不给怪物单独袭击的机会。整个华夏如今前所未有的团结，自觉配合怪物研究院，听从指导。一旦发现不对劲，便会第一时间拨打举报热线寻求帮助。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这场灾难危机面前，他们只要不送人头，就是对华夏最大的帮助。最新消息，魔都的一栋居民楼里发现了一只怪物踪影。突然间，有个网友发出了一条消息，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注意。好奇心的驱使下，大量民众第一时间登录了怪物研究院的官网，涌入了直播间。果不其然，看到了苏尔坐在镜头面前，正播报最新的怪物进度。播报一则临时紧急消息，接到可靠举报，有群众在魔都一居民楼里发现了一只001不死者，当地军方现已行动，封锁了该居民楼。我院的猎魔小组现已出发，请魔都附近的民众们保护好自身安全，非必要不外出，耐心等待救援的到来。怪物研究院始终与你们同在。苏尔的声音悄然传出，温柔中带着一丝沉稳，安抚着躁动不安的民众们，并且时不时地回答直播间网友们提出的问题，缓解民众们紧张不安的情绪。3小时后，燕京怪物研究院院长，任务完成。陈刚在战斗结束后，第一时间给你打来电话汇报，神情颇为激动。院长，按照您的战术，我们此次零伤亡，完美俘获了这只001不死者。和第一次作战不同，这次战斗他们只派遣了30人组成的小组，便成功将怪物所捕获，己方没有任何人员损失和伤亡。要知道，上次燕郊理工大学的战斗中，就连他都负伤了。也是那一次，他真正意识到了怪物的凶残。因此回到研究院之后，他便带着猎魔小组日以继夜的训练，训练方式自然是你教给他的。每个作战小组都配备了3个重装狙击手，专门瞄准001不死者的羊角，其余人则是辅助骚扰，封锁001不死者的走位和反扑。迂回配合之下，这次才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战果，没人伤亡就好。你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这套战法是前世无数战士付出血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能够完美针对出街001不死者的袭击。婉儿，去通报战况吧。随后你转过身看向了身旁的苏尔，如今苏尔除了担任你的助手之外，还肩负着国民女主播的重要职位。
位，每天都会在直播间向华夏的全体民众们答疑解惑，安抚民心，缓解全民紧张恐惧的氛围。亲历过一次文明灭绝，你深刻的知道，对一个文明、一个民族而言，什么最重要？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若恐惧弥漫在华夏大地，那么距离人心涣散也就不远了。时间缓缓推移，在直播间的每日科普之下，华夏的民众逐渐接受了文明试炼以及怪物这个事实，弥漫在大地上的恐惧氛围也消散了不少。而猎魔小组则成了最忙碌的一个部门，每当有怪物的踪迹，便会立即出发，奔赴全国，亲自镇压怪物。采用以战养战的方式，他们的作战配合愈发亲密无间，战斗效率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001不死者被捕获，运送到研究院。这些不死者自然是送到了实验室，让科研小组物尽其用，对其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科研小组在你的影响之下，科研手法愈发残忍且变态。001不死者最多只能撑半天，便在凄厉的哀嚎和惨叫声中彻底死亡。录制室，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答疑就到这里结束了。苏尔面对着镜头微笑着说道：“大家若是发现了怪物的踪迹，记得第一时间拨打我院热线。”说完便无视了弹幕的哀求，断开了直播录制，慵懒的伸了个懒腰，径直走进了换衣间，将自己身上这套休闲青春的主播服装脱了下来，换上了平时的工作制服。院长也真是的，非要说什么不用太严肃，让我穿休闲点。他嘟着嘴小声嘀咕着，他总感觉院长有点个人目的在里面。婉儿，将各国的怪物情况整理一份资料发给我。正在此时你找到了他，马上我这就去整理。苏尔连忙回应，深吸了一口气，快速进入了工作状态，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给情报部门拨打电话，调取近期国外的情况。没多久，一份厚厚的资料便被送到了你的办公桌上。院长，如今距离文明试炼第一轮开启已经过去了15天时间，各国的境内都频繁出现了怪物的身影，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果断的手段，启用军队对怪物进行镇压和剿灭。即使如此，依旧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其中，米国官方公布的人员伤亡数据最高，多达42034人；其次是阿三国，人员伤亡达到了21928人；第三的樱花国，人员伤亡达到3749人。说到这里，苏尔顿了顿，偷偷看了眼你。我国的伤亡人数最少，在本次灾难中，华夏的反应最为迅速，行动最为果断，取得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要知道，国家的人口越多，怪物所造成的威胁越大，而华夏的人口位居世界第2，伤亡数却是全球最低。能取得这个成绩，你可谓是功不可没。形势还是很严峻啊，你却是眉头紧锁，并未有丝毫放松。这些数据和前世相差不大，各国的怪物危机已经开始酝酿，即将全面爆发。华夏同样如此。对了，就在昨日，米国的国防部负责人詹姆斯被查出是怪物伪装的。苏尔停顿片刻，又补充道：“米国启动了其最精锐的陆军全面围剿，但仍让詹姆斯给逃脱了。”对此他有些不太理解，米国的军事实力一直在地球上最强的，竟然没能将詹姆斯给剿灭。二阶，你神情微动，淡淡说道：“不出意外的话，这尊001不死者已经达到了2阶，所以才能逃脱米国军方的全面围剿。对这个情况你并不意外，前世里潜伏在米国国防部的这尊怪物是在2个月后才暴露的。这颗定时炸弹给米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使其精锐军队覆灭大半，元气大伤。而这一次，或许是因为你的蝴蝶效应，使得詹姆斯提前暴露了。2阶，苏尔瞪大了眼睛。一直以来，他只知道怪物能通过吃人来进阶，但对于2阶不死者并没有一个直观的认知。2阶不死者竟然能在米国最精锐的陆军围剿下不死，还突围出去。2阶不死者的可怕远不止于此。你摇了摇头，神情颇为凝重，随后又开口问道：“其他国家击杀的怪物数量呢？”苏尔愣了一下，随后看了眼手中资料，继续汇报。据各国官方通报的消息，米国累计击杀了42头001不死者，樱花国累计击杀了29头不死者，我国击杀了49头不死者。还有半个月，你背负着手，眺望向窗外，第一轮文明试炼就要结束了。在击杀怪物的数据上，华夏依旧排列在第1位。猎魔小组如今在全国设立了10个常驻点，一旦有怪物的踪影，便会第一时间前往镇压击杀，保护民众的安全，击杀的效率极高。还有半个月，你背负着手眺望向窗外，第一轮文明试炼就要结束了。作为重生者，只有你知道，每一轮的文明试炼结束后，那个神秘的声音都会对各个不同文明的表现评级，评级越高，所能获得的奖励也越惊人。没错，文明试炼有点类似冲关性质的百族灭亡，但顺利通过的话，将获得各种神奇的奖励。前世里华夏在第一轮文明试炼中和米国一样，都只获得了 A 级的奖励，全民体质提升了10%，但这种提升在怪物面前依旧显得太过孱弱。重生一世，你必须要想办法获得最高的 S 级奖励。院长，我们成功了！正在此时，一个研究员激动地闯入了你的办公室，脸上写满了兴奋，都忘记了敲门，但你却完全没在意这些，而是猛地站起身，神情一动，紧张地问道：“你是说脑电波技术？”研究员激动地点着头：“是的，就是脑电波技术。我们根据院长您的吩咐，对不死者的羊角进行了日夜不休的研究，从中发现了脑电波的奇特排序方式。太好了！”你脸色大喜，忍不住鼓掌笑了起来，一直紧锁的眉头此刻才舒缓开来。半个月了，猎魔小组送来的001不死者全被送进了实验室，终于，这项技术取得了突破，科幻天庭计划是时候启动了。你深吸了一口气，沉声喃喃道：“华夏内阁几个老者正围坐在一起，处理着政务，局势总算是稳定下来了。在朝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只是那些小国的执行力太差了，哪怕照搬了华夏的处理方式，依旧无法镇压住怪物。最先大乱的肯定就是那些菲尔小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国如今如此安定，林院长可谓是功不可没呀。一个老者忽然开口，唏嘘感叹道：“作为上位者，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次灾难来得太突然了。若没有李兰力排众议，支持你成立怪物研究院，筹备猎魔小组，华夏如今恐怕和其他国家一样，被怪物拖入泥潭，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米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世界最强的大国依旧没能镇压住怪物，半月间死亡人数达到了4万多人。反观华夏受到的怪物影响最小，猎魔小组近日里连连传来捷报，累计猎杀了49头不死者了。”另一个老者沉吟片刻，看向了李兰，关心地问道：“在我国国境应该没剩几头了吧？”几个老者对视了一眼，眉梢放缓，都露出了轻松的喜色。怪物守则将怪物的习性以及辨别方法都普及到了华夏民众之中，并且你开设了直播间，全天24小时教导该如何分辨身边的怪物。在诸多措施并进之下，效果极为显著。他们每个人都十分乐观，觉得华夏已经度过了此次灾难。怪物的数量我也不太清楚。李兰苦笑了一声，摇头道：“还是让林院长亲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他话刚说完，会议室外便传来了敲门声。处理完研究院事宜的你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林院长，几个老者面露微笑，纷纷投来欣赏的目光，随后好奇地追问道：“按照你们研究院的建模评估，我国境内现在还有多少只不死者？”文明试炼开启后，各国境内都降临了未知数量的不死者。你之前预估过，华夏第一轮试炼中大约有50多头不死者降临，算上已清除的49头，照理说应该是所剩无几了。然而你的回答却让众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至少还有70头。林院长，你说多少？李兰率先回过神，重复问道。70头。你淡淡开口，语气平静的让人心颤，但其他老者却都坐不住了，眉头皱起，沉声问道：“林院长，你之前建模所说的数量最多只有50余头，怎么剿灭了49头，还剩下70头？”众人的目光纷纷聚焦在你身上。100以内的加减法，怎么也不可能得出70头的结果。最初的时候，我国降临的怪物数量的确只有50余头。你轻叹了一口气，悠悠开口：“但第一轮文明试炼已经开启了半个月，大家可别忘了，怪物通过吞噬人类是可以进阶的。据我们研究院最新研究的进展，怪物一旦达到了2阶，便会具备感染能力。”闻言，众人都露出了错愕之色。感染能力？你点了点头，解释道：“每个2阶的不死者每日都可以感染一个人类，抹杀其原本意识，将其同化成为其种族。”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室突然变得一片死寂，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你将手中的资料递给了李兰，并说道：“就在昨日，米国出现了一尊2阶怪物，在米国最精锐的陆军包围下，依然从容逃脱，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听到这里，刚才还高兴的老者们顿时脸色沉了下来。他们终究是太乐观了，半个月的时间必然还有其他怪物顺利突破到了2阶，而2阶怪物的感染能力意味着怪物的数量不会再固定，只要有一只怪物不死，那么迟早会覆灭人类文明。一想到这里，众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林院长，你此次前来，想必已经有对付2阶怪物的方案了吧？一位老者深深地看着林默，沉声道。李兰等人的视线也纷纷聚焦在你身上。你抬手扶了下眼镜，一字一句道：“科幻天庭。”什么？众人全都愣住了。只见你走到了最前方，说出了可以改变人类未来的伟大计划，以举国之力将神话传说中的至高天庭缔造出来。它具备顶级的防御机制，并能检测到任何异常生物的波动。同时，它上天入地的天兵机甲凌驾于9霄至上的凌霄宝殿。最重要的是，它真正建成之时，便是华夏举国飞升，人人如龙之日。你的声音回荡在会议室里，可与你的激情澎湃不同的是，众人的表情皆是迷茫。李兰率先说道：“林院长，恕我直言，以目前华夏的科技水平，你说的这些一个都做不到。”闻言，你并没有气馁，反倒是笑道：“以前或许不可能，但现在一切皆有可能。”你这么一说，李兰等人更加疑惑了。而你也没有卖关子，而是又拿出一份 SSS 级的保密文件。我院对001号不死者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在脑电波技术上已经取得了技术性突破。一位老者拿起文件认真查看了起来，越看他的目光越是震惊。老者猛地抬头，神情激动地问：“这竟然可以通过脑电波远程操控生物的生死？什么？”